跟女友相恋的第6年，他还是无心结婚。我趁着酒劲跟他开玩笑，要是第100次求婚你还是不答应，我们就分手。第99次求婚那次，他依旧没当回事。最后一次求婚时，正巧遇到共同的朋友过生日，我赶到他的包厢。云墨又来了，这是第100次了吧？跟条狗似的，叫不走。人家好歹给米餐当了6年保姆，洗衣做饭全包。来了，把东西放桌上吧。白姐和小鹿好配啊！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来个法式深吻呗！迷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怎么回事？你自己看不见吗？你爱吃甜的，我挑的是蜜橘。云墨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有些事情不用我说那么明白吧？6年，我为你退出何学姐，删光所有与学术有关的人和事，以为这就叫爱，没想到说明白。行，那我说明白，淡了。分手费记得给我。你认真的？你妈去年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，米家给7000万，白纸黑字，有合同。你当真？你在我女儿身边这几年，就值这个价。迷彩，你还不追出去吗？不用管，它就是一条随叫随到的狗。迷彩，你把我对你的爱当成了理所应当，接下来我不会再为了他人而活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翠湖山庄3号别墅需要大扫除，12点前收拾好，费用好说。这么大的房子收拾得这么干净，真不容易。玄关和厨房里我的东西全部丢掉，调料倒掉，糖蒜扔了。先生，这么多东西确定全不要了吗？看着都挺精致的，扔了很确定，属于我的东西除了行李箱里的全部处理掉，一点痕迹都不要留。先生，保洁费一共860。先生，转多了，860就够了。多的是封口费，今天的事别跟任何人提。放心吧，先生，我肯定不说。这家女的脑子有病吧？这么好的男朋友不要，这么用心待她，她还不珍惜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以前每次喝醉，云墨不管多晚都会来接我，这次居然丢下我不管，真是胆子长肥了。云墨，熬点粥。王妈，云墨呢？让她给我熬粥，胃难受。小姐，云墨先生昨晚搬走了。什么叫搬走了？昨晚先生叫来了保洁公司的人，把东西全收走了。云烨求我跟他一起用的情侣牙刷杯呢？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把合同找出来。云墨那个人，合同7000万。小姐，要不我给您煮碗面。先生，这张支票的金额一共7000万元整，不是个小数目。您确认要全额入账？确认。先生，我是本行的高级理财经理王涛，这边请，给您倒杯茶。不用，帮我入账就行。先生，您这个资金体量，我们有专属的。因为迷彩说我留长发好看，也不知道有多久没剪头发了，剪短2厘米。哥们儿，2厘米就是板断了，你确定？你这头发留这么长，剪了可惜。哥们儿，你早该剪短了，留那个长发埋汰你。谢谢师傅。上一次站在这里，还是我24岁的时候，我几乎都忘了，我曾经也是这群充满希望的年轻人的一员。云墨学长，是林夏吧？好久不见。真是你师哥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我进江教授项目组的时候你刚走，现在我都在写博士论文了。江青教授怎么样了？我还记得我们一出差错，他就扯着嗓门教训我们。教授他没力气大声说话了。怎么了？学长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什么？江老师住院了，
上个月查出来的胃癌早期，做了手术，现在还在化疗。大学10号，教授出了这种事。学长，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组里的师兄师姐说，姜老师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，胃一直有毛病，是老胃炎，可他从来不当回事儿，总说自己扛得住。说了什么？姜老师说，我最好的学生退学去给人当保姆了。就因为迷彩一句不喜欢，我就把恩师的微信删了。是我自己堵死了他找我的路。学长，你没事吧？他住哪个医院？市中心医院肿瘤科12楼1208病房。学长，姜老师他不让我们联系你，他说你既然选了那条路，就别打扰你。但他办公室桌上一直放着你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，6年了，没收起来过。6年没见，于墨师哥瘦了好多，但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在实验室里，他看数据的时候眼睛是亮的，刚才像是一个人在水里憋了6年，终于冒出头来吸了第一口气，结果发现岸上着了火。市中心医院。6年前删掉导师联系方式的时候，没舍得删电话号码。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。米总，已确认无误，是云墨先生亲自到银行兑现了那7000万。这种男的就是吃软饭的，嘴上硬气，今晚之前肯定哭着给你打电话认错。我赌3小时之内，他离了你活不了，除了做饭、腌糖蒜，没正经工作经验，就废物一个。他图你的钱，不敢真分手。他从没超过5分钟不回我信息，更不会赌气这么久。全天下男人提分手，云墨都不可能。他吃你的，穿你的，用你的，离了你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你生日那天他说的分手费是真的？是真的，7000万，他亲自去银行兑现了。你给他打电话或发语音，用最温柔的语气说你错了，对不起，还爱他，看他是不是立马软下来。我不信云墨真能放下，不信那个曾经对我言听计从5分钟都离不开我的人，会真的彻底转身。试一下嘛，看我们赌的对不对，看他是不是真的敢不搭理你。云墨，我胃疼。你们看，不出3分钟，他肯定会打电话过来，急着问我怎么样。你的胃疼关我什么事？怎么回事？他没看到，还是把你电话拉黑了？可能他没看到，也有可能换号了，过2天气消了就换回来了。迷彩，要不你问问你妈，你妈有她的身份证复印件，找人查一下她现在住哪儿。实在不行，你去找她一趟。查什么查？他爱走走，离了他我还活不成了。彩姐，再喝点，我叫服务员再加2杯，换个口味也行。我先走了。啊，这么早？不再坐会儿？姜老师，6年了，您头发全白了，我拿什么脸推这扇门？从灶台和案板后面回来的人，还配做您的学生吗？1208床，江青教授，他醒了的话，麻烦帮忙热一下给他，是小米山药粥，特意熬的，养胃。家属？学生。行，留个名字吧。江教授要是问起来，我也好有个说法。不留，就说门口放的，他不会问，他这辈子从来都不会逼我做不愿意做的事。云墨，急什么？这么怕见我？还是说怕我戳穿你的狼狈？聊两句。我已经听说了，你跟小彩分手了，我妈给了你7000万，够你浑浑乐乐花一辈子了，不用再去给人洗衣做饭当牛做马了。哼，所以拿了7000万没处去，就跑来求江教授收你回实验室。我劝你省省吧，你是退学6年，
整天围着灶台转，给人当家庭保姆的废物。你往这走廊里一站，都是在给江教授丢人。你的东西，他不会收。云墨，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？被人当狗养了6年，链子断了，你不跑，不找回尊严，反倒回来找条新链子，心甘情愿往自己脖子上套。你这辈子也就只能做个仰人鼻息的废物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，急了？你有本事动手试试。你现在就是个拿了分手费无处可去的保姆，动我一根手指头，你都赔不起。学长，我是林夏，我刚问了夜班护士，江老师醒了，走到病房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护士台上那桶粥他端走了，一口没剩。江青教授，云墨退学6年，学籍已注销，预留科研名额必须收回。名额我不会交，云墨一定会回来。哼，退学6年杳无音信，你还指望他？名额留着浪费，免得外人说学院徇私舞弊。我从未徇私，名额是云墨凭才华挣的，他当年的模型已超越同期博士生，若不是变故，早已站在国际舞台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执意阻拦就按规定处理。我这辈子只押2次宝，一次在结构生物学赢了，第2次在云墨，我坚信不会输。要么留名额我留任，要么我辞职带课题组离开，你们选。名额暂且保留，只给1年时间，云墨不回必收。师姐，云墨学长联系我了，他想回来，约他见面。乐府西餐厅，中午12点，只给30分钟。30分钟，说正事。林夏说你想回来，不是想，是会。6年了，你知道这行变化多大吗？顶级工具准确率高到那个地步，大实验室垄断大半成果，你凭什么说自己能跟上？你说的那个方法，遇到特定类型的结构预测，准确率会大幅下跌。我有新的思路可以解决，已经写成文章，准备发表了。投哪儿了？顶尖期刊。有回音了吗？给我发回复邮件了。你回来是需要一个平台，借助这边的资源推进研究。对，只需要实验条件和相关支持，不用过多帮助。老师身体不好，正在休养，这边的事务暂时由我负责。你回来，当年的流言还在，有人会质疑、嘲讽、阻碍你。成果一出来，流言自会平息。我用实力说话。实验室的资源每周会给你固定使用时长。谢谢你。还剩8分钟，有什么要问的？老师的情况怎么样？他状态还行，上周还在病房改文章，你有空可以去看看他，他很想你。下周1实验室见，门禁卡让林夏办，工位还是你当年的位置。这家靠窗位置不错。算力排序下周2开始，已预留好，别迟到。云墨，删我微信，换手机号，玩消失。我以为你混不下去了，原来是带新人吃西餐。我给你的7000万，就急着花在别的女人身上。你的相亲对象在等你，别耽误别人时间。我相亲关你什么事？这位是谁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同事。同事？他6年没上班，同事是菜刀、抹布，你问问他，这6年在米家做什么活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和谁吃饭什么关系，轮不到你管。云墨，你别以为拿了7000万就了不起，你在米家当6年保姆，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，全市都知道。云墨下周1到我们实验室报道，是课题组重点引进的科研人员，私事请不要在他工作时间处理，不要诋毁他的人格。他真的变了。你好，去市中心医院。小伙子，这么晚去市中心医院，是去看病吗？是去看一个人，一个等了我6年的人。师傅，换个地方。清华大学西门学府路。不看了。看过了。还有房间出租吗？4楼402。邻居是个搞研究的，安静。7000万躺在卡里，我只花了2万7。苏清月要的第2篇署名，从这里开始。中介说邻居是搞研究的，苏清月住这儿，
看来搞基础研究的确实不挣钱。邻居，今天搬进来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巧。通宵，吃东西了吗？有咖啡。先吃，模型的事吃完再说。你不用。28小时没吃东西，胃黏膜已经开始自消化了。你是做生物的，这个不用我解释。你那个几何深度学习的框架损失函数怎么设的？组合损失，一个通用的结构评估项，加一个我自己定义的几何约束。你这个模型损失曲线什么走势？前50轮正常下降，然后开始剧烈震荡，怎么调都压不下去。换成预热模式，前10轮让它慢慢升温，后面接指数酸碱。你数据量不够大，周期变动会直接带散。谢了，粥不错。碗放门口就行，明天我来收。下次通宵之前敲一下墙，我煮汁够快。实验室的，姜老师今天在家休养，跟我走。好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米家养了6年的厨子。怎么被赶出别墅，跑来姜教授这里要饭了？请让让，你是江青组里的那个博后苏清月是吧？我劝你少管闲事。我昨天刚给校董会捐了3000万的实验设备，条件只有一个，你的学籍永远不可能恢复。江青现在的靶向药走的是我名下基金会的特批的报销额度，他要是敢收你，明天他的药就断了。舒女士，3000万的设备买不到金华大学的校规，靶向药的额度你停不了。死鸭子嘴硬，你等着看江青怎么把你扫地出门吧。他说的靶向药是真的。姜老师的药一直是我在想办法，他以为他捏住了命脉。老师，我错了，这6年我对不起你。起来，地上凉。我不配做您的学生，我浪费了6年，我让你起来！6年怎么了？6年没碰实验，你投了期刊，你当我不知道？苏清月昨天把接收函拿给我看了。你的研究生名额，这6年我一直给你留着。学院催了我3次，我没签字。舒玉琴拿药威胁我，我没搭理他。老师，您的药……我的药，国家医保能报大半。他舒玉琴那点额度停了就停了。我江青的学生轮不到一个商贾来指手画脚，回来就好。下周开始把第2阶段的框架跑起来。好，老师，我给您做顿饭。去吧，王阿姨买了鲈鱼在冰箱里。这孩子把厨房当实验室，把算法写进烟火里，静态到动态的突破，这思路比我当年还大胆。云墨手艺没退步，当年你第一次给姜老师做饭也是鲈鱼，姜老师吃了2大碗饭。蛋白质动态构态预测，新算法。就静态预测框架局限性大，我全部推翻重写。重做很好，科研要敢打破固有框架，有才能的人不会被旧体系困住。王阿姨您好，我是米欣，听说姜教授身体不适，特地前来探望。姜老师需要休息，不便会客。姜教授，一点小礼，请您收下。拿走吧，我不收礼。我不只是探望您，还代表米氏和您洽谈靶向药实验室合作。米氏资金渠道充足，和您的技术结合是双赢。双赢？米氏靠灰色渠道牟利，压榨患者积累资金。你想拿我学生的科研成果填补米家亏损？米家快倒了，你母亲用基金会的钱逼你父亲签了对赌，拿医疗器械订单当抵押。你今天来是想借我的名头稳定股价，欺骗投资人。门在那边，请离开。米家消息灵通得很，可惜他们识人不清。云墨在江青家做饭，7000万拿到手，不去找工作，不去租个好点的房子，跑去给老师当钟点工。他是真的离了我就不行了。6年我养着他，他什么都没有；离开我，他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他连自己的饭都做不了主，只能靠给别人做饭活着。
彩姐，这大中午的非要来学校干嘛？食堂饭不好吃。陪我逛逛嘛，好久没来你们学校了。彩姐，你在找什么？没有，走走。彩姐，那个是你前男友？他没看我，他真的没看我。我站在这里，穿着新裙子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他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。迷彩，你今天拉我来这儿是为了在你前男友面前演戏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你刚才贴在我耳边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，但你现在看他背影的眼神，比看我的时候认真多了。陆晨，陆晨，刚才那个女的是不是在哭？没哭吧，就是站在那儿不动，挺怪的。实验材料：T4溶菌酶、银甘酸激酶、钙条蛋白、标记剂点选择依据。云墨，我是明彩，你换号了对不对？我找了好几个人才登到这个号码。你今天是不是从西门走的？你看到我了吧？你为什么不停下来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荧光合着能量转移效率与功底受体距离的6次方程范比。负责人云墨，方案初稿写好了，明天给你看。好。粥还有吗？好。苏清月，明天你去图书馆，下午算力集群有一批新任务要提交，你回来之后一起看。行。云墨，我还以为你拿了那7000万会去整个容换身行头，好歹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人。结果呢，还是这身打扮，跟6年前第一次上我们家门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当时怎么跟米莱说的来着？妈，您当时说的是穿上衣服也还是只猴子。舒女士，有事？有事，当然有事。坐。雨墨，坐下。我站着听。你先跟我说了，你在江家当钟点工，7000万拿到手，混成这样。我今天来不是跟你算旧账的，旧账没什么好算，你就是个工具，用完了扔了，正常。我来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迷彩下个月跟首富张家的公子订婚，首富张家你知道吧？但是迷彩这丫头心里还惦记着你，上周在路上看见你，回来哭了一晚上，闹着说不嫁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所以我来跟你谈个条件，迷彩嫁进张家之后，你可以继续跟他来往。我在东三环有一套公寓，120平，装修好的，每个月我给你打5万块生活费。迷彩想见你的时候去那边见，不抛头露面，不影响张家的面子，大家都方便。说完了。舒女士，你的公寓、你的生活费、你女儿的婚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云墨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离了米家你能活？你就是个在厨房刮鱼鳞的废物，给你脸了！你那串珍珠是假的，扣子接缝有胶水痕迹，下次卖好点的。云墨说我珍珠是假的，戳破了我的体面，让我难堪。我早就知道珍珠是假货，是我托人买的。
没想到被云墨看穿，还是在我一直轻视他的情况下。追下去，把他叫回来。我要问他敢跟我这么说话的底气。你信？你聋了？我让你追下去！他已经下去了，电梯早到1楼了。刚才那个阿姨说什么外事啊？就是让那个男的当小三儿，还包月薪5万，太离谱。那男说他珍珠是假的，是真的吗？看他脸色就知道是真的，珍珠肯定是假的，不然不会这么生气。妈，走吧，这里是人多眼杂的学校图书馆，再闹更丢人。他说我的珍珠是假的，他凭什么说？一个刮了6年鱼鳞没工作的废物，懂什么珍珠？见过真珍珠吗？也配评价我？妈，快走，有人在拍。删掉，现在立刻马上。没拍，阿姨，我就看微信，没拍任何东西。你信这串珍珠真是假的？他的沉默就是最明确的答案。走。您好，我是江青。好的，非常感谢，辛苦你们了。过了，终于过了，6年了，这孩子终于熬出头了。云墨，你看，脸色不太好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碰到个卖假珍珠的，闹了点小插曲。Paradigm 那边有消息了，你的论文被接收了。这篇综述里的冷冻电竞数据集，你的算法跑过没有？跑过，分辨率 3.2i 以上的数据集，预测精度比现有方法高14个百分点。3.2i 以下的没测，今晚可以调试。Accepted， 接收了。6年的隐忍和坚守，终于有了结果。云墨，从你第一次把算法草稿拿给我看到今天，整整6年04个月。6年04个月，别人读2个博士都够了。你在厨房熬了无数深夜，做完了这件事。那些嘲笑你、轻视你、觉得你废了的人，现在都该闭嘴了。江老师 ，F2 补充实验的冷冻电竞验证，我今晚开始跑，争取尽快完成。好，注意休息，别熬太狠。校务会昨回天就通过了，特聘研究员手续下周能办。以后你再也不是只能在厨房写公式的云墨了。江老师跟你说了，官网榜单刷新了，我看到你的名字了。周住了。不好了，云墨上清华大学官网首页了！慌什么？一个废物上官网又能怎样？难不成还能上天？不是的，您看，他被清华大学判为特聘研究员，还是独立 PI， 有自己的实验室，能独立招生，这是官网公示榜单，千真万确。特配研究员，独立 PI， 怎么会？他明明……有蛋，进来。副本交换的轨迹数据出了一批，你看看收敛情况。第3组的采样还没收敛，温度梯度再加2层。3个额外审成片 ，Paradigm 常规复审只派2个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学术界的最高认可。
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，你知道你当年退学之后，姜老师做了什么吗？你退学那年，学院要撤掉你的研究生名额，你走了一个，要收回去，分给隔壁实验室。姜老师没同意。第二次，分管副校长打电话说全校的招生指标都在收紧，一个空名额挂6年，没有先例。姜老师说那就创一个先例。第三次是去年年底，学院学术委员会投票，7票对4票，要求收回名额。姜老师当场把辞职信拍在桌上，清华大学终身教授，国家结晶，长江学者，用一封辞职信换了一个空了6年的研究生名额。结果出来之后，学术委员会撤回了决议，名额保住了。姜老师把辞职信收回去，回办公室给我发了一条消息。苏清月，姜老师那封辞职信后来怎么处理的？锁在他书房第2个抽屉里，我见过一次，信纸都泛黄了。他没说谢谢，没说感动，没说任何一句多余的话。他回去写代码了，打字速度比平时快了1倍，这就是他的回答。6年零4个月，姜老师等的就是这个回答。知道了，让他早点睡，别光喝粥，冰箱里有排骨，这儿热一下吃。李总，您让查的那个金华大学家属院402的住户信息，物业那边回复了，说是学校内部宿舍，不对外提供住户资料。知道了。米总，下午2点跟张家的订婚流程确认会，张明远那边说时间改到3点。另外，倪母亲让我转告您，东3环内那套公寓的钥匙已经配好了。什么公寓？舒女士没跟您说，上任让周重新装修了东3那套120平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。米总，还有个事，今天早上我在学术论坛上看到的，大学官网也挂了公示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，但名字一样。把论坛上的帖子全部打印出来，所有的。好。特片研究员，独立 PI， 独立实验室，独立招生资格。特配研究员，他连博士都没读完，他6年前退学了，他在我家厨房里切了6年的菜，他怎么……6年。米总，论坛上的帖子全打印了，一共47页，还有几个学术公众号也发了文章，我一起打了。云墨这个人我有印象，6年前在江青科铁组读研，结果突然退学了，原因不明。退学之后，姜老师把他的名额保留了6年，我当时都觉得姜老师疯了，现在看来，疯的是我们。彩，东3环那套公寓我装修好了，你看看什么时候。妈，云墨的论文发了 Paradigm， 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特批研究员。灰色卫衣，板寸头，梧桐树下的侧脸，眉眼之间干净从容，和6年前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。看什么呢？工作资料。清华大学图书馆，我亲自去。云墨，下午3点，姜老师让你去一趟行政楼办特聘研究员的入职手续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今天图书馆那边有人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说是你家长辈，我没给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我去3楼环书碰到了，他旁边还跟着一个男的，西装革履，开了辆黑色商务车停在图书馆门口。舒玉琪，上次被怼走还不够，又来了。旁边带了个开黑色商务车的男人，联姻对象，他的算盘很清楚。上次输在嘴上，这次带了个有分量的人来压场子。云墨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有事？给你介绍一下，张明远，首富的儿子，彩彩的未婚夫。你就是云墨？
听说你在金华大学搞研究蛋白质什么的，然后呢？舒阿姨跟我说了你的情况，退学6年，现在回来搞学术，挺不容易的。你那个什么蛋白质预测算法，以后要落地转化，要建实验平台，要申基金，每一步都需要投资，你我都清楚。金华大学的科研经费走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。第二，蛋白质动态构态预测的转化平台属于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范畴，有国家的专项支持。第三，你不够格站在这里跟我谈条件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曾經種花，如今暗水中的美看着字，而誰聽？我看到论坛帖子，知道了云墨的身份，必须找到他，留住他。论坛全在讨论云墨，他当年的学术成果、获奖证书都被扒出，大家都在嘲笑米家七大神如一语。我感觉被全世界抛弃，亲手毁了珍宝。快看论坛，人呢？云墨呢？你给我冷静点儿！云墨已经走了，你就算闹翻天，他也不会回来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刚才那个穿灰色卫衣、个子高、话少的人呢？往哪儿走了？走了，往1楼去的，刚走没2分钟。迷彩，你给我站住！不成器的东西，这辈子都改不了这骄纵的性子。云墨，我知道了，我全知道了。论文、paradigm、特聘医生我都知道了。云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6年，我不该那样对你，不该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不该践踏你的骄傲，不该把你困在丛里，让你放弃自己的梦想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我再也不骄纵，再也不刻薄，我陪你做科研，陪你做你喜欢的事，行不行？你不该来。云墨，我的天，米氏集团大小姐竟然当众给人下跪道歉。这就是论坛上那个七大老如碧丽的女生，原来她也会低头啊！我知道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好不好？迷彩，你不是因为我回来的，你是因为论坛上的帖子，因为我是能发 paradigm 的特聘研究员，因为我不再是那个任你摆动的保姆。你跪的不是我，是0.97的论文命中率，是特聘研究员的头衔，是你那点可笑的占有欲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习惯了你的好，习惯了你来迁就我。晚了，6年的时间，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你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，把我的梦想踩在脚下。现在再来谈道歉，再来谈重新开始，太可笑了。你疯了！快起来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像什么样子？我不起来！除非云墨原谅我，除非他跟我回去，我就不起来。入职手续的材料，姜老师让下午带过去，我顺便帮你取了。后续来了，米大小姐当众下跪道歉，云墨大佬直接推开，跟苏谢姐走了，太爽了！我终于明白，有些东西失去就再也回不来，有些伤害再也无法弥补。我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。直播审批落地，学院华坡3号楼4层整间独立实验室，隔壁是顶尖冷冻电竞平台，仪器采购清单已签字，下周到位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来电，邀约你牵头国家级重大科研专项蛋白质动态模型落地转化项目，总积分2000万，周期3年。我需要一段时间考量。2000万经费，多少教授抢不到？你还要考量？无关经费，
第8代框架未跑完所有对照验证样本，产业化落地需再等3个月，贸然立项，数据不稳。你小子6年前就死磕到底，性子半分没变。整整6年2190天。退学后窝在厨房，在油烟里敲代码。舒玉琴当我忘关灯，迷彩把我的草稿纸当购物清单。初代到第7代框架4次推翻，核心逻辑重写3遍，敲坏2台键盘，买菜代理总加文献，路人当我闲人。这6年的煎熬孤守，不必旁人知晓，也不求同情。你才委托律师将7000万分手支票和手写便签送到家属院传达室。第4组验证样本何时启动？明早8点，原始数据已复处理。整理好了。会不会很别扭难看？不难看，只是领带偏移 0.5 度。上台吧，1200位顶尖学者都在等你。看那个数字。我的报告到此结束，欢迎各位提问交流。第4组验证样本何时启动？明早8点，原始数据已复处理。整理好了。会不会很别扭难看？不难看，只是领带偏移 0.5 度。上台吧，1200位顶尖学者都在等你。看那个数字。我的报告到此结束，欢迎各位提问交流。6年前或许一切都不一样，现在算力可以租，实验室清华大学给了，更何况苏清月不会去海外。拒绝了。他还停留在微7.0的思维里。姜老师在外面等，车已经到了。小幅变动，开盘半小时跌了3个点，市值蒸发了20亿，你管这叫小幅变动？舒总，论坛上的视频删不掉，好几个大 V 转发了。迷彩小姐在图书馆门口下跪的画面太清晰了，公关部压不住。清华大学拒绝了，他们刚发了贺信，祝贺云墨的 Paradigm 论文发表。现在整个学术界都在盯着云墨，我们这个时候去碰瓷，公关部评估风险极高。碰瓷？他云墨在我们米家吃了6年软饭，现在成了科学家就能翻脸不认人了？打的电话。舒总，还有一件事。说。张明远所在的投资机构刚撤回了对我们新项目的资金。张明远，他疯了？他不是在追迷彩吗？白眼狼，全都是白眼狼！联系财务总监，把账面上能动用的资金全部抽出来，准备买水军，把云墨当年在米家的那些破事全抖出去。舒总，财务总监半小时前提交了辞呈，资金已经被冻结了，银行那边在催贷。毯子是空乘刚拿来的，他10分钟前就醒了，装睡呢。姜老师，您看错了，我只是在闭目养神。哼，我眼睛不瞎，6年前我就看出来了，只是某人那时候一门心思往豪门里钻，别人在实验室里等了6年，连个正眼都没捞着。国内传来的消息，恒瑞、宝安石球还有另外3家头部药企都发了合作意向书，他们想要算法的商业授权，这是初步报价的，报价最高的是哪家？5000万人民币，外加后期转化收益的10%，并且承诺提供一整栋研发大楼供你使用。5000万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云墨，你现在是金饽饽了。当年米泽拿7000万甩你脸上，现在你随便赚回来。拒绝独家授权，把接放给所有国内收费，每次调用收1块钱，这连服务器的电费都不够。算力成本由我个人承担。明白，这样能最大化算法的行业价值，彻底打穿国内新药研发的圈墙的底线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的。我做授权形成垄断，独家授权国内药物研发的整体推进，而且我不缺钱。另外，清华大学校办发了通知，你的特聘研究员入职仪式定在下周1，和 Paradigm 论文的国内新闻发布会合并举办。
知道了。苏清月，为什么？数据序处理还没做完。你已经连轴转了半个月，每天睡眠不足4个小时，休息3天。这是组长的命令，不是商量。好，3天。你们俩快点，车在外面等着呢。墙倒众人推，买家烂透了，想拿米家换人情，蠢得可笑。搞垮他们，不用我动手。回实验室。杰克逊博士的线上会议定在下午2点 ，Deep Dive 的法务团队也会参加。Dr. Yun， 很高兴再次见面。直接说方案。Deep Dive 提议共建联合实验室，算力资源全面开放，知识产权双方共享，商业授权收益55分成。致敬金华大学，商业收益37，我7。Dr. Yun，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。你们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我是史密斯，英国史密斯跨国律所高级合伙人，代表米氏集团。Deep Dive 不能与云墨签署任何协议，因为 Alpha Scratcher Dynacon 算法的知识产权属于米氏集团。舒玉琴国内碰瓷行不通，跑到海外律所去钻空子，想在这时候卡住我的脖子。算盘打得不错，可惜找错了对象。云墨，你以为你跑到金华大学就能洗干净了？你在我们米家讲了6年，吃我们米家的，用我们迷彩买的，你写代码的电脑都出成果了，想独吞？史密斯先生，请说明你们的法律依据。根据国际知识产权法，云墨在米氏集团总裁迷彩的私人住宅内居住6年，期间没有其他经济来源。米氏集团提供了全额的生活保障和研发环境，这构成事实上的职务放名或者雇佣研发关系。云墨先生带走的7000万这笔钱，足以证明米氏集团对云墨的研发进行了买断性投资。Dr. Yun， 这是真的吗？如果存在产权纠纷 ，Deep Dive 必须终止谈判。云墨，识相的话，乖乖把专利转给米氏集团，我还能给你留个署名权，否则我让你的论文永远变不签。展示给他看。史密斯先生，请看清楚，这是舒玉琴女士亲笔签署的协议。协议第3条明确写着，这7000万是情感补偿金及分手费。协议第5条写着，自签字之日起，双方断绝一切关系，互不干涉，没有任何雇佣字样。分手费又怎么样？他在我家的房子里搞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家的。谁不能掩盖事实？云墨使用了米家的物理空间和资源，这一点无法否认。这是云墨6年来所有的原损手稿，上面的纸张是超市买菜送的传单背面，是废弃的购物清单，甚至还有米家交水电费的催款单。手稿右下角有时间错，凌晨3点到5点。环境是米家厨房。请问史密斯先生，哪家公司会让员工在厨房里利用微波炉的光线进行植物发明？这是 V1.0 到 V7.0 的全部代码提交记录，一共23000次提交。云墨使用的电脑是6年前他自己花2000块钱买的2手组装机，主板换过3次，键盘敲坏了2个，发票和序列号都在这里。米家没有为这项研究提供过1度电的专项支持。所谓的全额生活保障是云墨每天承担米家家务换来的。云墨在米家连个属于自己的书桌都没有。你快胡言！他拿走了7000万，那是真金白银，拿了钱就得认账，这是买断。这7000万我没有用过，并且早就转回原账户了。连自己上的钱有没有少都不知道，还来谈什么买断投资？你明明拿走了，你不可能还这笔钱。你们米家的钱，我嫌脏。你这个疯子！舒女士，你提供的信息存在严重事实。米氏集团根本没有对云墨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资金投入，这份支票甚至没有发生实际交易。你让我拿什么去主张支持？史密斯，我付了你300万美金的律师支，你给我咬死他，随便找个理由告他窃取商业机密。抱歉，舒女士，跨国律所不接毫无胜算的敲诈勒索案，这会毁了我的职业资格。我会让财务把剩下的费退给你。史密斯，你回来！哼，舒女士，我见过很多贪婪的资本家，但像你这样愚蠢的，还是第一次见。
你差点毁了一个能改变人类生命科学进程的伟大算法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是 Alpha Scratcher 的首席科学家，而你只是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的总裁母亲。你的闹剧结束了 ，Dr. Yun， 我为刚才的疑虑道歉。知识产权归单华的3期分成，我同意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把正式合同发到苏清月的邮箱。合作愉快。云墨，你别得意，下周的新闻发布会，迷彩会去。你以为你能摆脱米家？你做梦！舒玉琴，你以为我会在乎？米氏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断了。你怎么知道？留给米家的时间不多了，好好享受最后的总裁夫人待遇吧。Deep Dive 的合同一旦签下，国内药企的报价会翻倍。按照原计划，国内药企开放接口，1块钱一次。下周的新闻发布会，尼采的名在侧边上。校办那边说是米氏集团主动申请的，以行业管理的名义划掉吗？不用，他想看，就让他在台下好好看着。0.985比 V 7.0提升了1.2个百分点，松利效降低了85%，算法的终极形态完成了。有情况。这是 V 6.0的废弃框架，加上了第3组验证族的部分数据。他是学院负责服务器维护的副教授，有后台最高权限。他窃取了测试数据，他抢先发了预印版，想抢占首发权。一旦被国际同行引用，算法的知识产权就会产生争议。以为抢发预印版就能把事做实，愚蠢！我去找姜老师，必须立刻向学院学术委员会举报。等等，那怎么办？合同明天就要签了，如果有争议，合同会直接作废。去把那个纸箱搬过来，还有那个旧笔记本。这是 V 6.0推导过程的原始手稿，右下角有时间切，是1年08个月前在米家厨房写的。江教授，各位委员，我不知道云墨同学为什么要诬告我。这篇论文是我过去3年独立研究的成果。你过去3年连个国家青年基金都没申请下来，你哪来的算力跑动态构象预测？江教授，请注意您的言辞。算力是我用私人关系租用的海外服务器，实验数据都在我的电道里，有完整的运行日志。德明这个混蛋，居然把服务器时间回调了。江教授，我知道云墨是您的得意门生，也要讲究。云墨同学可能在服务器上看到了我的测试数据，受到了启发，这我不怪云墨。但云墨不能反咬一口。德明，你伪造日志的时候，有没有仔细看懂 V 6.0的底层架构？我当然懂。在论文第12页中的降维公式，在第3步推导时为什么跳过一个常量 K？ 那是一个常识性简化，无需赘述。常识性简化，那个常量 K 代表氨基酸侧置的泛合得力干涉，你窃取的数据里根本没有那一步的推导代码，你只拿到了结果，你反推不出过程。放上去。各位教授，这是云墨在1年08个月前手写的 V 6.0推导全过程，请翻到第4页。常数 K 的完整引入和降维演化清清楚楚，纸张右下角有时间戳和购物小票打印日期。这不可能！这些手写的东西，随便什么时候都能伪造。伪造？德明，你窃取数据的那台服务器是我用自己的账号登录的，你以为你抹除了后台访问记录就万无一失了？我在 V 6.0的核心算法里埋了一个自毁探针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以为偷个半成品能抢个首发，现在不仅身败名裂，连教职都保不住了。德明，你身为学院副教授，知法犯法，学术学生机密，你简直是英华大学的耻辱！通知保卫处封存他的电脑，起草撤销教职和项目资格的报告，报校长办公室。云墨同学，我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你放过我，我把预印令撤下来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别把我赶出清华大学。不忧交易，哪怕只是1行代码，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。Deep Dive 的合同发过来了吗？发过来了。张 Jumper 的法务团队确认了知识产权无争议，合同已经发到你的邮箱，随时可以签字。回实验室签字。云墨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搞出了个什么算法，连 Deep Dive 都找上门了，挺出息啊！从米家吃软饭的保姆，摇身一变成了科学家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这里是金华大学实验区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，请你离开。哟，云墨，这是你新找的靠山，换口味了。怎么，张家也快撑不住了，想拿米家当投名状来我这里讨饭吃？讨饭？云墨，你太狂了！你以为签个合同就能上天？我出6000万，外加米氏集团的全部核心客户名单，我们联手，怎么样？你刚才的话我已经录下来了，你猜米卡听到这段录音会怎么看你？你敢阴我？这一巴掌是还你6年前泼我的那杯红酒。米家我自己会收拾，用不着你这种垃圾来献殷勤。
带着你的6000万滚出清华大学！云墨，你给我等着！下周一的新闻发布会，我会让你知道资本的力量有多可怕。张明远可能会在下周一的发布会上联合其他机构施压，让张明远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在绝对算力面前，他的资本能撑几秒。云墨，我来了。如果你今天不宣布和米家和谈，米家就彻底完了。你真的会这么绝情吗？云墨，今天我联合了5家机构，你不把独家授权交出来，我就让你一行代码都变不了现。从今天起 ，Alpha Scratcher Dynacon V8.0 的 API 接口正式向全球所有非鼓励科研机构免费开放，向国内所有预测调用费1块钱人民币。云墨，你疯了！1块钱，你这是在砸整个新药研发投资权的盘子！张明远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要砸了你们的盘子。砸盘子？没有我们这些机构的资金，哪家药企敢用你的算法？5家机构今天就会下达联合封杀令。张明远，你看清楚，这是谁的盘子？这些实体药企居然绕过了我们，他用1块钱把所有药企绑在了他的战车上。云墨赢了，不是靠资本妥协，是靠绝对的技术碾压。1块钱击穿了所有的利益壁垒，这就是纯粹的科研力量。米家完了，云墨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他用1块钱彻底切断了米家最后的生路。旧的时代结束了。云墨赢了，1块钱的定价，让所有想垄断算法的资本家血本无归。彩姐，我们走吧。妈，完了，张明远撤资了，药企的合作全部取消，银行刚才打电话催促还款，我们的资金链彻底断了。哭什么？米家还没死绝。国内的盘子被云墨砸了，还有海外，云墨的算法还没有签海外独家授权。我联系了华尔街的红耸医疗基金，红耸基金的亚洲区总裁威廉马上就到金华大学。妈，你还要干什么？云墨不会把海外授权给我们。云墨不给，金安大学呢？红药基金将国内代理人他促成这笔交易，米家就能拿到10%的干股，米家就能起死回生。走，去金华大学，我要亲眼看着云墨在资本面前低头。云墨，科技部的批文正式下达了，3亿的超算中心下周动工，国内药企的数据接口已经全部跑通。截至目前，国内公立科研机构的免费调用请求已经超过10万次，系统运行稳定。海外授权规划定好了吗？拟定好了，海外商业药企不提供独家授权，采用阶梯定价，单次调用费1万美元，收益的70%归金华大学科研基金，30%归实验室。这笔钱足够支撑金华大学未来10年的底层基础研究。江教授，校办的王主任带着几个外国人过来了，说是华尔街红松医疗基金的代表，要谈算法的海外买断授权。买断？我们不接受买断。云研究员，我是红耸医疗基金亚洲区总裁威廉，代表总部向您和金华大学提出一份双赢方案。校长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。我们介绍授权的独家买断。威廉，你对米家的这商业5亿美金，你可能个人美的奖励。云墨，大家各取所需，1亿美金摆在面前，他扛不住，只要他签字，米家就能翻身。云研究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明确，滚！云墨，你以为金华大学由得你一个人云墨，舒女士不是小数目，这件事关乎的整体用事。把文件投屏。王主任，看清楚，这是我与 Dive Deep 代及国内10家顶级药企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的硬性规定，写进海外拉授权规则白纸黑字，任何人、任何资本都无权更改。
条款规定 ，Alpha Scratcher Dynacom 的底层代码及所有一生商业授权，永久禁止任何单一资本或机构进行排断性独家买断。一旦发生买断行为，底层代码将自动触发开源协议，向全球互联网无条件公开。你设置了毒丸计划，如果你卖给我们独家授权，代码就会全球开源。对，只要我签字，5亿美金买一份能免费下载的开源代码。红松基金会花5亿美金做慈善吗？云研究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把名片撕了？你疯了吗？完了，米家最后的希望没了。舒玉琴，你还不明白？我能创造规则，带着你的女儿滚出金华大学。云墨，求求你，看在过去6年情分上，你给米家留一条生路吧。我把公司给你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6年情分，在你拿7000万赶我走的时候，情分就买断了。叫保安，把闲杂人员清出去。4层会议室有人扰乱秩序，马上过来。云墨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云墨，那5亿美金的事儿就算了，我先回校办了。云墨好气量，这招直接把那些吸血资本家的念想断得干干净净。只有把贪婪写进代码里，才能保证算法真正服务于科研。云墨早就预测了资本的围攻，提前埋下了开源的毒丸，在他面前，抒情那些手段就像小丑。把不全通道打开，向全球前50的跨国药企发送正式邮件。邮件已发送。全来了，一次1万美金，这后台跑1天，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就有着落了。你家彻底出局了，资本的垄断被打破了，属于我的学术帝国才刚刚打下第一块基石，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。实验室的数据盯紧点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去见一个人。云墨，你砸了国内资本的盘子，又断了海外买断的路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投给 Paradigm 的那篇论文终审意见，现在在我的办公桌上。云墨，国内最大的财经媒体来人了，首席记者周颖带了摄像师等你。周颖要求做一期关于算法免费开放的独家专访。财经媒体，他们不关心技术。周颖背后有红松基金的资助，周颖来者不善，大概率是来挖你的黑料，试图在商业上抹黑你。让他挖。云研究员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周颖。开始吧，我只有10分钟。云研究员 ，Alpha Scratcher Dynacom 分的震惊了医药界。过去6年，您没有任何科研机构的任职记录，您是在哪里完成的庞大算力推导？在地下室，用2手服务器。地下室？据我所知，您这6年一直居住在米家的别墅里。外界传言，您是依于米氏集团总裁采买的豪门赘婿。请问，这笔价钱是您研发算法动资金吗？那7000万是米家支付的6年服务费，我拿的理所应当。周颖根本不是来采访学术的，他是资本派来毁掉云墨名誉的打手。服务费？什么服务费能高达7000万？您这是变相承认了吃软饭的事实吗？您在取得学术成就后，立刻砸盘逼迫米氏集团破产。周记者，你的提纲是红宗基金的威廉写的，还是张明远写的？这是公众关心的道德问题，请您正面回答。公众关心的是抗癌药的成本能不能降下来，而不是我吃了谁的饭。米家破产是因为米家固步自封，那7000万我一分没动，我租用服务器的钱是我在海外接底层代码外包赚来的。采访结束。王旺，我会让你知道舆论的力量。采访视频发出来了，周颖恶意剪辑了视频，他剪掉了你接外包赚钱和反驳的话，只保留了你承认拿走7000万和搞垮米家的部分。资本的反扑就只有这点手段，用道德污点来煽动网民，试图否定我的学术成果。资本算错了一件事，在绝对的数据面前，舆论只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数据。这6年我在 GitHub 上的私密代码提交日历全部打包公开，我马上上传到全网开放社区。舆论反转了，周颖的微博被网民冲烂了。是 Paradigm 编辑部发来的，发件人是主编理查德。理查德说，虽然有匿名评审专家试图以学术不怼为由压下你的论文，但理查德看到了你在 GitHub 上公开的底层代码记录，认为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突破。他动用主编特权，直接通过了终审，论文将在下一期作为封面文章发表。资本的黑手伸得再长，也掩盖不了绝对的技术碾压。那个神秘男人则彻底失败了。米家和鸿深基金的威胁到此为止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医院。江教授今天出重症监护室。医生，江教授的情况怎么样？江教授的各项指标已经稳定，癌细胞没有扩散迹象，靶向药的效果很好，
但江教授毕竟年纪大了，这次大手术伤了元气，需要长期静养，绝对不能再操劳过度。我知道了。来了，比我想的早了3天。对不起，教授，我来晚了。这是我前几天在病床上写的，托人刻了出来。京华大学校办已经正式批复了，3亿的超算中心下周挂牌，就用你们2个的名字命名。江教授，这是您的心血，应该用您的名字。我为只能国内转的底层家都站起来，不受制于人。云墨，你做到了，你不仅做到了，你还把资本的脖子掐断了。那条路还没走完，超算中心挂牌只是开始。清月，这段时间多这块落地，全靠你在中间斡转。老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看着他恢复健康，站在学术巅峰，我之前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。云墨，这是我写给科技部的推荐信，国家级青年千人专项申报下个月启动，我用我的名誉给你做文章，这个专项非你作保。江教授，您为什么要提前把这些准备好？主治医生的话你们也听到了，我需要长期休养，可能半年，也可能1年，我不能回实验室了，必须把你们的路铺好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学术上太苦了，在生活里也应该成为彼此的依靠。老师竟然把话挑明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他才刚走出来，还会再相信别人吗？过去6年，我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错的人，但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是他挡在我面前。他懂我的代码，也懂我的野心。他和米灿不一样。江教授，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苏清月，也会守住国内的学术底线，任何人都不想跨过这条线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。我们会把云月实验室打造成全球最顶尖的科研中心，